整个宇宙會不會就是一串代碼？最近 Image 2模型橫空出世，生成出來的照片已經完全可以以假亂真。要知道 ，AI 只會發展得越來越厲害。如果有一天 AI 生成的圖像不再只是很像真的，而是從光影、材質、時間連續性到物理細節都已經和現實世界一模一樣。如果再往前一步，它生成的是一整個可以交互、可以演化，甚至可以自洽運轉的世界，那一個問題就會不可避免地浮現上來。我們憑什麼確定我們自己不是被生成的那一個？其實這個瘋狂的想法並不是從 AI 開始的，它在現代最著名的版本通常會追溯到尼克·博斯特羅姆提出的模擬假說。這個假說最核心的意思不是簡單一句世界是假的，而是說如果足夠先進的文明擁有近乎無限的計算能力，能夠運行大量高精度祖先模擬，那麼一個有意識存在者身處模擬世界中的概率就未必比身處原始真實世界更低。簡而言之，如果未來文明真的能模擬世界，那你憑什麼認為自己不是模擬中的一個樣本？這個問題最令人發冷的地方在於，它不需要你先相信外星人、神明或者陰謀論，它只需要你承認一件事：這個世界的計算能力是在爆發式提升的。而一旦這件事成立，整個問題就會開始自己往前滾。那我們今天所處的現實，究竟憑什麼天然享有原始版本的優先權？也許我們不是在第一層，也許我們只是在其中的某一層。這個假說之所以迷人，不是因為它有證據把宇宙定死成程序，而是因為現代物理裡確實有一些現象會讓人忍不住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這個世界真的很像被規則寫出來的。光速、普朗克常數、引力常數，這些物理常數就像是預先寫好的參數。這些東西不是差不多這樣，而是非常明確、非常穩定地寫在宇宙裡。你可以把它們理解成宇宙最底層的參數表。如果光速不是現在這個值，恆星的形成、原子的穩定、化學反應、生命結構，都可能完全不是今天這個宇宙。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會對宇宙是否經過調參產生強烈直覺。在物理學裡，有一個極其微小的尺度，叫普朗克長度，大約是 1.6 乘以10的-35次方米。它通常被視為現有理論中一個極端重要的最小尺度。如果你繼續往下切，現有時空描述本身就會開始失去意義。這就給了很多人一個極其誘人的類比：如果宇宙也是由像素構成的呢？我們看到的連續空間只是因為分辨率太高，真正往下切到極限，時空也許不是光滑的一整塊，而是某種離散結構。那普朗克尺度就很像宇宙畫面裡最小的一個分辨單元。當然，這不是嚴格物理結論，它只是一個很流行也很有衝擊力的比喻。當我們把視角拉到量子層面，量子疊加態像不像宇宙在按需渲染？量子力學裡最讓人頭疼的事情之一就是疊加態。一個粒子在被測量之前，似乎並不老老實實處在一個確定狀態，它像是同時存在於多種可能性裡，直到測量發生，它才選中其中一個結果。這就讓很多人產生了極其危險的聯想：這個世界會不會不是一直在完整計算？它會不會只在被觀察、被測量的時候才真正確定細節？就像你玩遊戲，到達了一個地方，才會實時渲染出對應的畫面。遠處沒進入視野的東西，沒必要全都高精度實時算出來。只有當你走近看見時，細節才真正被調出來。當然，把量子疊加直接解釋成宇宙按需渲染，並不是物理學主流結論，它也只是一種大膽的理論猜想。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造出一個世界，那個世界裡有天空，有海洋，有文明、戰爭、愛情和記憶，有會提問的生命，也有像我們一樣抬頭看向宇宙的人。而當他們某天也開始懷疑，我們會不會只是一串代碼？那一刻，你就會突然明白這個問題真正可怕的地方。它不是在問宇宙真不真實，而是在問什麼才算真實。